在半年前，我就有给各位分享过来自 Ferdinand 分析工艺新推出的 Torrent 机箱，但是也被誉为是最佳的风冷散热器机箱搭配。虽然说实际的散热通风性确实算是值得这个称号，但是 Torrent 的体积还是有点太大了。哪怕是塞了 ATX 主板外加标准3风扇的显卡，可以明显发现机箱内部空间还是挺空的。不论是美感还是整体重量，甚至是实际体验都稍微不怎么完整。而这一次 FT 推出的2款 Torrent 的延伸版本机箱，本期视频要来给各位分享的则是这款 Torrent Nano ITX 机箱。这一次是受 FT 的邀请，体验了新的 Torrent Compact 以及 Torrent Nano 2款机箱，而这期视频将会独立和各位介绍 Torrent Nano。如果你是对 Torrent Compact 这款 ATX 机箱感兴趣，可以去观看我另外制作的 Torrent Compact 的独立首发评测。其实我是没想过 Torrent 系列居然能整出一款 ITX 规格的版本。这次拿到的这一款 Torrent Nano 可以说是一款很特别的 ITX 机箱。在完整体验过后，我先说一说我个人主观的小看法。相比起整个架构更加成熟的 Torrent 和 Torrent Compact。Torrent Nano 感觉有一些架构设计上的缺陷，为何我会有这样的感受？这部分我在稍后慢慢和各位解释。Torrent Nano 的整体体积为417毫米长，222毫米宽，374毫米高。对于一款 ITX 机箱来说，34升的体积，确实不小。但它有一些现有 ITX 机箱没有办法同时兼具的特性。首先是支持165毫米高的 CPU 散热器。至少在现阶段来说，我倒是没看过有多少 ITX 机箱是能支持这个高度的散热器。简单来说，它刚好能支持猫头鹰 D15 这类高端风冷散热器。此外，同时还能支持最长200毫米的 ATX 规格电源，这意味着你能够用得上1000瓦甚至是1200瓦的电源，不必担心 SFS 电源瓦数普遍不高的问题。显卡长度支持最长为335毫米，如果将前脸替换成2个14厘米或12厘米风扇，显卡的支持长度将会缩减到310毫米。对于显卡兼容性来说还行吧。硬盘兼容性的部分 ，Torrent Nano 支持1个3.5寸和2个2.5寸硬盘支持，也算得上是 ITX 机箱内较为不错的了。前置 I/O 的部分和其他2款 Torrent 系列是一样的，提供了独立音频和麦克风接口，2个 USB 3.0 Type A 和1个 USB Type C， 以及一个重启键。如此的接口数量也能说是普遍 ITX 机箱少有的。原版 Torrent 独特的双18厘米风扇的设计，在 Torrent Nano 里因为体积的缘故无法原封保留，但依旧还是使用了一把同款 Dynamic S2GP-18 PWM， 没错，就是那款38毫米厚度的大风扇。前面板也同样可以通过转换支架切换成2把14厘米或2把12厘米风扇，同样在前方也能支持最长280冷排规格。底部的部分 Torrent Nano 原配并不提供风扇，支持2把14厘米或12厘米的风扇。如果你是使用超过2槽厚度的显卡，那么底部的风扇最多只能使用15毫米厚的规格，这点必须特别注意了。Torrent Nano 虽然乍看之下算是 Torrent 的 ITX 版本，但其中有部分设计是原本 Torrent 所没有的。首先，在顶部电源仓的位置中设计了一个3.5寸硬盘支架，这个在原版 Torrent 是没有的。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新的改动，而且这个硬盘支架是能够进行错位更换。如果使用上200毫米长的电源，可以将硬盘支架给移位到靠前一点，算得上是弥补了上次电源更加占据空间的缺陷。而理线仓也不必为了迁就3.5寸硬盘，必须预留更宽厚的理线空间。另一个改动则是在理线仓位置做了点特殊优化，使得即使只有20毫米厚的理线仓，也不会出现钢化玻璃面板扣不稳的问题。至少在我使用的阶段还没遇到过。而理线仓同样是20毫米厚的 Torrent Compact 就容易遇上扣不稳的状况。具体情况可以去观看我所制作的 Torrent Compact 首发评测。当然，我还是觉得理线仓位置这里使用钢化玻璃面板的意义真心不大，美观提升非常小，但却容易出现不必要的麻烦。如果能够使用铁皮全遮盖的面板，在降低成本的同时，还能够稍微下调售价，就再好不过了。
其他像是后方全方位的透风网孔与支持112厘米风扇，前方的面板外观与磁吸式扣状设计，附带的显卡支撑支架，机箱背面的锂线魔术带，以及包括电源仓的 RGB 灯带，在 Torin Nano 上都是获得保留的，这一点和另外2个版本的 Torin 基本一致。哦，对了，在其他2款 Torin 都有标配的 Nest 9P 风扇集线器，在 Torin Nano 里是没有提供的。虽然说也不难理解，毕竟 Torin Nano 本身能装的风扇数量就有寥寥无几，砍掉这个配件还能减少一部分成本，从而降低一点售价，对吧？然后是实际上的体验，这次我采用了 Intel i9-12900K 的处理器，并且从华硕纳借来的最新的 ROG Strix B660i Gaming WiFi 主板。别问我为何不是 G690i， 因为华硕纳借不到。散热器是利明 FC140 Black， 显卡同样是来自华硕的 TUF Gaming RTX 3070 OC。电源是 FD 自家的 ion Plus 860瓦白金全模组电源，并且我将 i9-12900K 锁定在大核 4.9 GHz、小核 3.7 GHz， 在这样的搭配下进行了单双烤的测试，以确保测试过程中的频率是统一一致的。首先在 IDA64 FPU 烤机测试中，在进行了20分钟烤机后，处理器的温度来到了94度，功耗在230瓦。然后是追加 Full Matte 甜甜圈进行双烤，同样在20分钟后，处理器的温度稍微上升3度到97度，功耗保持在230瓦，而显卡核心温度则是在64度。另外，我也追加了尾部一把12厘米的 FD Dynamic 风扇，以及底部2把 ID Cooling 的12015L 15毫米厚风扇。之后再进行单双烤的测试，实际对比可以看得到，单烤 FPU 场景下，相比起只使用原配一把18厘米前脸风扇，温度同样都是保持在94度，没有什么散热性的提升。有趣的是，在进行双烤场景下，处理器的温度还是保持在94度 ，RTX 3070的核心温度也是保持在64度，总算是能看见添加风扇后的效果了。从测试的结果可以看得出来 ，Torin 系列的优势在面对高压力双烤的情况下，可以很好的发挥出来。因此，最终单烤与双烤测试中，处理器的温差才会那么小。此外，我也录制了2种模式下的噪音对比，这边也放出来给各位做个参考。Torin Nano 分别有全黑无玻璃侧透的 Solid 版本、全黑 Dark TG 暗化玻璃侧透版本、全白的 Clear TG 钢化玻璃侧透版本，以及全黑带 RGB 风扇的钢化玻璃侧透版本。官方建议售价的部分 ，Solid 版本为559零吉 ，TG 钢化玻璃版本为609零吉，以及 RGB TG 版本为669零吉。而关于 Torin Nano 是否值得推荐，老实说一般般。虽然 Torin Nano 的风道设计确实不错，还提供了 ATX 电源以及大号风冷的兼容性支持，但主要是贵为一款 ITX 机箱，它的体积是真的太大了。而且因为 ITX 主板 PCB 本身就很拥挤的缘故，在使用了这类大号双塔风冷的时候，会出现这样无法很好在机箱内给风扇的接口给接上，必须在主板还没安装进机箱内的时候先接好才行。另外就是虽然 Torin Nano 能够支持前置280水冷，但如果你使用了前置280水冷，这意味着你的显卡支持长度只能缩短到280毫米长。如此一来，大部分的3风扇显卡就无法兼容了。这也是为何我实际测试的时候并没有使用一体式水冷的缘故。整体看下来，我原本对 Torin Nano 是抱有不少的期待，想说它在提升体积的同时，也让它能够有众多 ITX 机箱所没有的兼容性。但是最终的体验就是整个兼容性有点半吊子的感觉，像是装了高端显卡后，底部只能兼容15毫米厚的风扇，还有前面提到过了，装了前置一体式水冷后，会大幅度缩短显卡的支持长度，以及在安装上大号双塔风冷后，在机箱内进行风扇接口连接，根本就是个噩梦等。我宁愿就是牺牲掉不兼容 ATX 电源，将内部空间给拉高，而使得主板的接口连接体验以及底部风扇的兼容性可以更加完善。而且反正体积都很大了，长度的部分稍微拉长一点点，让在使用前置一体式水冷的时候，给显卡保持在310毫米的支持长度就很棒了。当然这些 Torin Nano 都没有，因此我觉得有点可惜。虽然说售价并不是特别的贵，但与其他同类型的 ITX 机箱，有和它同类型的 ITX 机箱吗？不管了，反正就是相比起其他高兼容性的 ITX 机箱来说，售价的部分也不是特别的讨好。除了一定得使用大号双塔风冷外加 ATX 电源兼容以外，Torin Nano 的吸引力比起它的2个大哥自然是低了不少。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次影片的全部内容了，当然也别忘了去观看 Torrent Compact 的影片哦。如果觉得这期影片还不错，就别忘了点赞、分享支持一下。接下来还会有更多有趣的内容，所以也别忘了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以及加入我的 Discord 交流群。对这一次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和大家一同交流。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我是 Kenny，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